这大哥，这剑会拐弯。奶奶的，这谁报的情报？有这种高手，为什么不报？注意看，这对新人刚刚拜完天地，新郎正缓缓掀开新娘的红盖头，上一秒还在想等会该如何洞房，下一秒自家大院的门就被一伙日伪军踹开，拿着手中机枪对着院中宾客一顿扫射。众人这才从喜悦的气氛中反应过来，新娘一行刚一出门查看，这个酷似武松的丧彪就对着一行射击。危急情况下，新郎挺身而出，将子弹尽数挡下，自己也因此命丧当场。父亲徐铁军为了保护一家人的安全，拿起餐桌为家人们挡下子弹。徐铁军的护卫队虽然赶到，奈何敌人数量实在太多，他们对大院发起了冲锋。一行母亲不幸中弹身亡，父亲徐铁山也不幸中弹，他索性拿出手枪与小鬼子做最后的抵抗，怎料却被身后的叛徒偷袭倒在了地上。一行，快去拿弓箭！一行，快去拿弓箭！快去！一行连忙跑回了存放弓箭的房间，他把所有的弓箭都背在了身上，随后返回大厅，将一套弓箭扔给了抱着小航的爷爷。有了武器的爷爷立马进入战斗状态，二人凭借着弓箭在院子里大杀四方。而此时汉奸又一次从背后出现，见状父亲拼尽最后一口气力帮一行挡住了子弹。一行，一定要逃出去！此时的徐家200多号人尽数被屠杀，剩下一行和爷爷带着最小的弟弟逃了出来。徐家所镇守的热河重镇鹤陵已经被小鬼子占领，日军部队已经进城，连高耀旗都升了起来。而城内的吕良彪依旧带着伪军追击正在逃亡的一行等人。二人在胡同路口摆好阵型，一上一下梯次配对。刚刚露出身来的伪军立马就被飞来的箭矢命中身亡，一时间敌人竟没一人再敢露头。僵持之下，只见老爷爷屏息凝视，蓄力之后一箭射出，独门绝技重现江湖，箭在空中发生偏转，一个完美的弧度直接命中墙后的伪军。吕良彪还从未见过如此剑法，没了办法的他也只能换条路迂回包抄。趁此间隙，三人继续逃跑来躲避鬼子的追击。而在他们逃跑的路上，一行恰好撞见了害死自己父亲的叛徒，一行不顾一切的就追了上去，他和爷爷就这样分开。可是就在这时，鬼子已经封死了所有撤退的道路。鬼子军官从手下口中得知，他就是那个神箭手。鬼子二话不说就掏出了腰间的手枪。注意看，今天本来是这个女人的大喜之日，却被小鬼子灭了门。看着被鬼子杀害的爷爷还有自己最小的弟弟，他的眼中充满绝望与愤怒，下一秒就开启暴走模式，从地上的箭袋里拿出3支箭就向小鬼子射了过去。鸣笛箭破弓而出，直接穿过小鬼子的喉咙。而就在此时，在一旁看戏的高富帅荣石也开枪支援，可鬼子人数实在太多，立马对他们发起了冲锋。很快手枪的子弹就被打完，荣石当机立断让弟弟去后面找几个手雷过来，接着又从腰间掏出2把手枪对着小鬼子继续输出。不一会，徐一行箭袋里的箭也已经用完，他瞅了瞅爷爷的箭袋，一手将柜子掀翻在地当作掩体，匍匐前进到箭袋跟前，3支鸣笛箭在此射出，可在击中敌人的同时，自己的手臂也被打中。一行强忍着疼痛，拿起散落的木板做支架固定手臂，可奈何伤势太重，中枪的手臂怎么也抬不起。而此时徐家大院内，昏迷的妹妹二行也醒了过来，她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她抱起还有一口气的父亲。二行，带你姐姐逃出去，活着。记住，强盗对你是不会手软的，你的剑该离弦了。等二行找到姐姐之后，荣石耀的手雷也已经就位，随着小香瓜拉开引线被扔出，伴随着巨大的爆炸，二行带着姐姐迅速逃离。这也就意味着鹤岭城被小鬼子彻底占领。此时的鬼子将军山本风风光光地站在了城墙之上，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承德，但是要拿下承德，承德大亨荣石就是他难啃的一块骨头。荣石骑着摩托焦急地赶回家中商议对策，他召集了热河所有的富豪开会，目的就是为了让所有人都捐出一半的财产用来抵抗日军，他们要把钱捐给承德第5集团守备军，听闻要让自己掏腰包。在场几乎所有人都拒绝了荣石的提议，可荣石直接亮出了大招。于守山，别以为你姐夫是蒋委员长的亲信，常玉林不敢动你，在承德就没人敢动你了。我告诉你，今天谁要不捐出一半家产，
谁也别想活着从我这儿走出去。在场所有人都被荣石这一举动吓着了，都表示此事可以再商议。可到了第二天，100多名鬼子就轻轻松松地走进了承德门口。第5集团军的常绿林带着几万人一夜之间弃城跑路。得知消息的荣石虽然很是气愤，但也无可奈何。而此时的竹木纯一正开着装甲车来到荣石家里。像这类货色，投降了命是保住了，可是活得像条狗一样。你想打就打，想骂就骂，甚至可以随意使唤。如果是当这种臭不要脸的汉奸，我宁可死。注意看，小鬼子开着装甲车包围了荣公馆，瞬间就将荣公馆围了个水泄不通。日本少将竹木纯一亲自坐着小吉普上门拜访。荣石对整个承德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小鬼子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逼迫他投降当汉奸。荣家上下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只等一声令下就要和小鬼子决一死战。可荣石心里清楚，一旦开火在敌人的火炮下，这里必将成为一片废墟，来到公馆避难的富商们也将无辜惨死，所以他现在必须做出选择。摆在我们面前的路只有2条：第一，打死不当亡国奴。我荣石还有1条命，几百个兄弟，大不了跟他们血战到底。第二，开门做狗。可还没等他们做出选择，小鬼子直接就踹开了大门冲了进来。空你去吧。冲你脚丫，冲你脚丫。上品。两人坐上谈判桌，竹木纯一劝说荣石为了自己的利益放弃抵抗，可荣石的态度非常坚决，打死不做汉奸。可小鬼子却不要脸起来，他们以荣石身后人的性命做要挟，每数10个数就会动手杀掉1人，一直杀到荣石同意为止。这第1个人就选中了荣石的未婚妻。10、9、8、7。就当即将数到最后1秒时，荣石突然举手示意，他最终为了众人的安全选择了妥协。但是他向竹木纯一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自己要当个有尊严的汉奸。随即指着一旁的汉奸说道：像这类货色，投降了命是保住了，可是活得像条狗一样。你想打就打，想骂就骂，甚至可以随意使。如果是当这种臭不要脸的汉奸，我宁可死。竹木纯一也是听懂了他的意思，说白了就是不会听令于任何人。但是为了承德的稳定，竹木纯一也选择了退让一步，答应了荣石的要求。而小鬼子为了更快地控制热河全境，对境内抗日义勇军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清剿。他们利用老百姓的生命来威胁他们说出抗日义勇军躲藏的位置。许多老百姓为了保护义勇军，选择了隐瞒，但都被可恶的小鬼子当场杀害。他们甚至把村里的妇女送给手下，以此来羞辱他们。这个妇女不堪受辱，忍不住说出了义勇军的位置。黄东30里有个白云洞，那里有义勇军。而小鬼子不知道的是，这个白云洞却是一帮土匪的山寨。而徐家姐妹在逃亡的时候，恰好被这群土匪撞见带回了山寨。姐姐一行也在土匪的救助下痊愈了起来，但条件却是两姐妹要和土匪老2、老3成亲。正当他们逼迫举行婚礼之时，一阵枪响响彻了山谷。注意看，眼前这个女人刚刚在大喜之日被全家灭门，现在又被土匪逼着和傻儿子成亲。土匪头子放出狠话：今儿个就2条路：1，我一枪毙了你们；2，换衣裳，拜堂，成亲。可就在这时，一声枪响响彻山谷，山寨里的老和尚被小鬼子一枪做掉。属下这才来报，是小鬼子带着人马前来围剿山寨。土匪头子听完立马不服气了，自己都不敢杀的和尚，小鬼子居然这么猖狂，立马带着手下要去找回场子。可刚一露头就被小鬼子一枪打中了心脏，双方随即打了起来。俗话说高打低，打傻。可奈何鬼子的装备精良，怎是土匪这几支烂枪可以抵挡？一时间土匪伤亡惨重。不行，大叔，他们枪太好了，快跑啊！再不跑，全都得死光了。而就在这时，一支鸣笛箭飞速射出，直接命中鬼子机枪手。徐一航带着弓箭及时赶到，徐一航把他的愤怒全部集结于自己的弓箭之上，射向小鬼子。眼看一箭女流都在奋勇杀敌，也是点燃了土匪们的斗志。
土匪老三随即下令冲锋，将小鬼子尽数消灭，而徐一航的手臂也因再次用力而导致伤口崩开，鲜血顺着手臂流了下来。一航却丝毫不在意，内心的仇恨让他已经忘记了疼痛。可以去讨债了。有人欠你钱吗？欠我命。现在土匪头子已经阵亡，徐家姐妹收拾起行装准备离开这里。土匪的2个傻儿子从屋内抱出2件战衣送给2人作为礼物。这些衣服都是我们从路过的客商那儿抢过来的，这都是好东西，我爹平时都舍不得让我们拿出来。2人看着眼前的战衣深有感触，似乎感觉只有披上战衣才是他们的归宿。他们欣然地接受了这份礼物，随即披上就准备离开。而他们接下来就是准备无尽的复仇，而他们的第一站就是荣石所在的承德。承德城内，一队鬼子正在奉命巡逻，可下一秒伴随着一阵破空，打头的小鬼子被鸣笛箭一箭穿喉。没错，正是徐一航来了，他带着全家256号人的仇恨来向小鬼子索命。3支鸣笛箭再次射出，吓得其他鬼子急忙后退隐蔽。而此时他手臂的伤口因为用力过度而被撕裂，一航只能强忍着疼痛，因为这种痛和失去亲人比起来实在是微不足道。只见他不断拉弓射出，又是一箭穿喉。不一会，这对鬼子就被他尽数消灭。他想把最后一只鬼子留给自己的妹妹徐二航，可二航摆好姿势，却迟迟不敢射出这一箭。童年的阴影一直在二航心里挥散不去。犹豫之下，小鬼子趁机逃走。就在这时，城内的鬼子听见枪声，小野三郎马上带着人火速支援。此时的徐一航已经很是虚弱，瘫坐在地上喘着粗气。但是想到自己全家惨遭小鬼子的杀害，他吃力地站了起来，闭上眼睛静心。听到小鬼子赶来的脚步声，他躲在墙后，一眼便认出了这个军官就是杀死自己母亲的仇人。当天的一幕幕又一次浮现，他张弓搭箭，强忍着疼痛也要替母亲报仇。小鬼子见识过鸣笛箭的威力，也只敢躲避在掩体的后面。没了办法的小鬼子掏出腰间的手雷丢了过去做掩护，随后便发起了第2轮的攻势。徐一航依旧3箭齐发，直击小鬼子咽喉。一旁的妹妹眼看着手臂不停滴血的姐姐，她尝试将箭射出，可始终下定不了决心。一航拿出腰间的酒灌了下去，来麻痹疼痛。就在这时，鬼子又一颗手雷扔了过来。2航的叠5箭终于射出，击落手雷。趁此间隙，一航带着弓箭冲了出来。强力的鸣笛箭直接从小野三郎的脖子穿过，其他鬼子见状也是赶紧逃窜。徐一航眼看着被射死的仇人，愤怒地把剑抽了出来。妈，女儿给你报仇了，这只是个开始，那些人我一个也不会放过，我就守在这里，等着他们一个一个来送死。就一定要偿还。注意看，徐家2姐妹正在被小鬼子追杀。此时鬼子已经封锁了所有的街道，正当他们走投无路的时候，一旁的门突然被打开，荣石从门里冲出，迅速将2姐妹带进了屋内。徐一航摘下手臂上的手套，看着还在流血的伤口，荣石不解地问道：“为什么没有用昨晚给你的药？”原来就在昨晚，荣石就已经把治枪伤的药送给过徐一航一次。其实我们以前见过，你忘了吗？但此时的徐一航已经被仇恨蒙蔽了双眼，他已经不再相信任何人，更记不起荣石就是在婚礼那天救过自己的人。这药我们用不着。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保重。无奈荣石只能把药放在了地上，然后离去。怎料徐一航并没有选择去使用它，眼看着这个倔强的女人，荣石直接拿起她受伤的手臂，一点点的把纱布取下，然后强行把药涂了上去。虽然到最后还是接受了这个男人的帮助，但是徐一航依然对他充满了警惕，起身后就要离开。别跟着我们。好吧，不管你们有任何需要我帮助的地方，可以随时来找我。你们可以在荣誉咖啡馆门外的电线杆子上留一个箭头的图案，我就会来找你们。你能找到我们？
窝囊。离开后的徐一航没过多久，一支鸣笛箭伴随着破空声直插小鬼子咽喉。闻声而来的鬼子中佐低头一看，却傻了眼，箭上附着了一张纸条。徐一航把所有的仇人列成了一张黑名单，他要杀尽黑名单上的仇人。小鬼子随即露出一副不服气的表情，立马下令全城搜捕。一时间，城内的鬼子尽数出动，为的就是找出徐一航这个不稳定因素。伤口再次裂开的徐一航只能暂时找到自己的表哥寻求帮助。可当他们刚刚进屋，就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徐一航下意识地准备抽出弓箭，却被表哥拦住。他知道现在打起来和送死没有区别，于是想让他们先上到2楼的仓库躲一躲。小鬼子根本不当人，刚一进屋就直接开搜。正当表哥极力阻止之时，他突然发现了地上的刚刚徐一航滴落的血迹，他赶忙顺势摔倒，打碎了柜子上的碗，然后拿起碎片遮挡住血迹。可这一切被汉奸看得清清楚楚，徐一航的血还在不停地滴落下来。只见汉奸一步步的逼近，徐一航也是拿起弓箭，随时准备战斗。正当两人四目相对时，走了。见到鬼子离开，徐一航悬着的心也是终于放了下来。他在里面，我去看看。别看，让他看见了，我们一个也活不了。而此时刚刚回到家里的荣石，手下就突然来报有一队日本兵要进来搜查。听闻荣石二话不说，带着人堵在了门口。我们是奉命搜查。这小鬼子一副很是嚣张的样子，可以荣石的性格丝毫不惯着他。机枪拿来，机枪拿来。你们都听好，不管是谁，不经允许敢迈进荣家半步，乱枪打死。注意看，小鬼子带着人就要搜荣石的家。听闻消息的荣石立马带着人把家门口堵了起来。小鬼子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出躲在城内大杀四方的徐一航，他的存在就像幽灵一样，时刻威胁着小鬼子的生命安全。但是小鬼子这次明显来错了地方。荣石不仅是承德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并且鬼子头头竹木纯一也答应过荣石可以不听任何人的命令。只见荣石霸气地问道：“小鬼子，你是不是新来的？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不知道这儿不让搜啊？为什么？看到小鬼子一副不太聪明的样子，荣石带着他指了指一旁的牌子。认识这3个字吗？认识。念什么？荣公馆。明白了吗？不明白。此时的小鬼子明显还是不开窍，还在一个劲地问为什么。荣石也不想跟他废话，直接从腰间掏出了手枪，对着小鬼子的头就招呼了过去。现在明白了吗？不明白。荣石心想，好久没见过傻子了，直接命令手下把机枪抬了出来，并且下了死命令，只要谁在没有允许的情况下进入荣家，直接乱枪打死。说完便霸气地扭头走向屋内。小鬼子见到荣石的机枪，这下慌了，连忙让人回去请示大佐。而此时在表哥家里养伤的徐一航，得知那个曾经救过自己2次的人可能是荣家的大少爷荣石，不由得对这个人产生了兴趣。表哥介绍到，这个人亦正亦邪，黑白2道通吃，是承德最大的势力，必要的时候是可以找他去帮忙的。但唯一一点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当了日本人的汉奸。一听到汉奸2个字，徐一航的神经立马紧绷了起来，对荣石瞬间下头。在他的眼里，只要是当了汉奸，不管什么原因，就是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那样的人一样该杀。鬼子大佐知道自己人在荣家碰壁之后，心里也很是不爽。如果自己的人一直被荣家这样欺负，那岂不是让自己这个大佐毫无脸面可言？这时一旁的鬼子中佐想到一个馊主意，既然荣石动不了，那就去他未婚妻的家里找找麻烦。第二天，还是那头傻鬼子带着人来到了荣石未婚妻鲁怡轩的家中，一脚踹开管家以后，就命令手下开始搜查。鲁怡轩见到管家受伤，也是急忙跑了出来查看情况，随后马上就要跑到屋内去找云南白药。可就当他急冲冲地跑回屋内时，立刻引来了小鬼子的注意。只见他一个手势命令手下先行退下，退下时还不忘把门也锁。你要干嘛？这一举动吓得鲁怡轩一个机灵，立马就要往外跑去，可怎料房门已经被锁死。哥哥和管家见状也是急忙想帮妹妹脱困，但直接被鬼子拦住。无奈之下，哥哥也只能让管家去找荣石过来。得到消息的荣石立马穿着燕双鹰的皮大衣，拿着双枪就杀了过去。荣石带人赶到，立刻将院里的鬼子和伪军全部控制起来。可是欺负鲁怡轩的鬼子小队长竟然还敢反抗，接着被榕树乱脚狂踢。鬼子小队长像条狗一样趴在地上不敢乱动。好了，没事了。榕树让鲁怡轩拿枪把欺负他的鬼子杀了，可是他一个弱女子根本下不了手。鬼子以为他是关东军的小队长荣石，就不敢动他。下一秒让他知道欺负中国人的下场是什么后果。荣石，
你杀的可是关东军小队长，你回去告诉望月无雪，爷在这儿等他，让他滚！滚啊！滚！很快，鬼子中佐带人赶到，还口出狂言让荣氏站起来接待他。可鬼子中佐还不知道，他们的竹木纯一少将张思来了，都得给荣氏3分薄面。一个小小的中佐都如此嚣张，荣氏根本不搭理他。随后告诉索杰，让兄弟们留下，只要有人敢进这个院子，就可以乱枪打死。荣氏，我要挑战你！都给我听着，以后只要有人敢欺负承德人，不管他是哪儿的兵，就一个字儿打。是。随后鲁艺轩因一时想不开，便悬梁了结自己。还好他哥哥在外面听到动静，及时赶到。榕树听到这些消息后，恨不得把这些小鬼子和汉奸全部宰了，一肚子气没地方发泄，便跑了出去。荣石担心弟弟，便让索杰带人跟着。没想到刚出来透透气，便看到2个鬼子正在欺负一个姑娘，二话不说便冲上去将鬼子踹飞。2鬼子还不服气，还想反抗，奈何别人帮手多，哪里会让他们有动手的机会。谢谢二少爷。没事。哎，等一下。榕树还特意告诉姑娘，让她这段时间每天都到荣公馆报道，要是她哪天不来了，会亲手宰了这2个汉奸和2鬼子。你们这4个就自求多福吧。大家听好了，不管是谁，只要受了鬼子汉奸的欺负，尽管上荣公馆找我榕树，我们荣家替你们出头。注意看，几个训练有素的鬼子特务正悄悄潜入徐景川住处。他们这次接到的任务就是刺杀徐景川。此时在房内的徐景川也听到了脚步声。冲我来的？你怎么知道？很快鬼子特务已经来到了房门外，徐景川让女友先躲起来，然而马上捡起弓箭。谁呀？我。你是谁？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等一等。鬼子特务推门而入的同时，还没看清对方人在哪里，徐景川的箭早已像闪电般射出。这些鬼子特务很快就被徐景川摆平，本想留下2个活口问出背后原因，不料2个特务早有准备，迅速咬碎了牙缝里的氰化物，马上毙命。徐景川怀疑可能家里出事了，当他刚出门之时，突然看到楼下邮箱内有一封新到的信件。当他打开信件那一刻，此时的心就像是被万箭穿透一样痛，他根本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怎么会这样？我们家被灭门了！来参加姐姐婚礼的235个人，还有咱们家的21口，一共256口人，全被日本人给杀了。只有我和姐姐逃了出来。现在唯一的念想就是马上赶回去将他姐姐和妹妹救出。可是鬼子哪里会那么容易让他离开香港？很快便派出第2批特务闯入徐景川住处。徐景川从窗户看到鬼子特务已经在楼下将他们包围了，因为这里是租界，鬼子不敢在白天动手。到了晚上，徐景川趁黑从楼上窗台用绳子将一捆被子放下。鬼子特务以为是徐景川要逃跑，可哪里知道是徐景川的声东击西之计。此时的他早已从另一边的窗口逃跑。竹木纯一得到徐景川往广州方向而去，于是马上电告在广州巡查的清水23，命令他务必要在广州将徐景川除掉。任务完成后，立刻前往承德协助望月大佐铲除徐家姐妹。清水23号称在他们小岛上全国狙击手比赛第1名，枪法快准狠。徐景川进入广州后，清水23马上让人查到了他所住酒店的房号，本想着让徐景川上不了明天去承德的火车。当他在徐景川房间门窗对面举枪瞄准之时，听到徐景川用小提琴正演奏着忧伤的曲子，不禁自己也想起多年前自己父母死在地震中的往事，于是决定要与徐景川正面决一高下，会在徐景川回承德下火车之前将他除掉。承德城内，徐一航的表哥从外面回来打听到彭超正拿着他们2人的照片到处抓人，此人在鬼子打鹤岭的时候，就是彭超和杜义恩做了鬼子内应，才让徐家灭门。徐一航决定下一个目标便是彭超。姐，你不是要告诉他们你想干什么吧？这样他们就不会到处抓人了。死亡带给我们的是痛苦，我至少应该让他们尝试一下
死亡的恐惧。男孩悄悄来到鬼子司令部门口，突然，这个汉奸就是徐一航的下一个射杀目标。此时的彭超已经被吓得不敢走出司令部半步，每天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鬼子将计就计，用彭超做诱饵布局，引徐一航现身。关键的射程一般不可能超过200米，而徐氏姐妹现在重伤在身，更不可能射得太远。我们在讨论军司令部的周边半径300米的范围内埋伏了300人。如果徐家姐妹想要射杀彭超，就要进入他们埋伏的范围。徐一航的表哥前往司令部附近探查，也发现了鬼子的部署计划。虽然这次行动很危险，徐一航明知道是鬼子设下的圈套，可他并没有退缩。只要有一线希望，都不会放过这些仇人。从地图查看，彭超所在的房间门窗对面正有一栋楼挡着，鬼子刚好没有在那一栋楼里设埋伏。他们认为徐一航的箭不会射穿2层玻璃窗后，同时将箭射到彭超的房间。然而徐一航却想用这个办法对付彭超，也只有那里离彭超房间最近，又不在鬼子设伏区域内。是说你的箭要从这栋楼穿过去，再射到这个窗户，这是不是太难了？也不是做不到。鬼子每天晚上只要看到可疑之人，便马上开枪击杀，已经有好几个老百姓被害。而彭超每天都被这些枪声惊醒，生怕徐一航姐妹会突然冲进司令部取他的性命。当他从手下那里得知鬼子为何不在对面楼里设伏之事，大发脾气。手下告诉他，隔着一座楼，我就不相信他箭能拐弯。彭超想想也有道理，传闻说徐景川的箭能一箭射穿3个靶。此时徐景川都还没回来，他以为他是徐景川呢。可是彭超还是觉得睡不踏实，于是便躲到床底下做个缩头乌龟。徐一航已经坐不住了，因为每天都有老百姓因他而无故被鬼子杀害，就算伤势还没有完全好，他决定要在徐景川回来之前把这些仇人全部除掉。徐家姐妹来到附近一栋民房里，而透过对面楼的门窗就是彭超所住的房间。徐一航让妹妹帮他向天射出一箭，此箭一出，箭声发出的声音惊动了附近埋伏的鬼子。此时的彭超躲在床底下瑟瑟发抖，就连手下来敲门也不敢出声。哎，营长，您在这儿呢！来，叫什么叫？老子死了也是给你们害死的！可是他想查看一下外面的情况，但又怕徐一航的箭会突然射进来。姐，他真的会往窗外看吗？西方有剧演员，好奇，好奇，真的会害死猫吗？你问猫去。也正因为他好奇，便慢慢打开窗向外面观察。与此同时，徐一航也看到了彭超的举动，随后3箭齐发。下一个，望月无雪。你见过这么厉害的箭术吗？3箭齐发，2箭穿透2层玻璃窗，另一支紧随其后射中目标。下一个，望月无雪。徐一航的目标正是这个鬼子大佐，他就是杀害徐一航弟弟的凶手。望月无雪认为这次徐一航出现，是他亲自率兵除掉他的最好时机，井口建议他这次就不用亲自前往了，毕竟这次徐一航的目标是他。那我就更应该去了。我不相信他们的势力就这么好，我坐在车里，他们也能看到我。徐一航也能猜到望月无雪一会肯定会从避暑山庄赶往司令部的，所以他们现在尽快赶到下一个射击地点，等待猎物出现。半路上，荣毅和榕树在街上看到了徐家姐妹，便悄悄跟踪上去。可荣家姐弟却不知，徐一航已经察觉后面有人跟踪，此时他的箭已经在蓄势待发。荣毅说出了自己的身份，并表示愿意帮助徐家姐妹。可是徐一航心知自己欠下太多债，不敢再牵连更多无辜之人进来。为了阻止荣毅他们跟来，决定射出一箭。
让他们知难而退。随后，徐家姐妹来到一个三岔路口正对着的一栋楼顶上，这里是鬼子从避暑山庄前往司令部的必经之路。很快，一大队鬼子人马正向徐一航他们而来。徐一航的伤口又开始裂开，他让二航帮他向鬼子车轮射出一箭。タイヤが撃たれました。大佐殿、降りてはいけません。タイヤを撃ったのは大佐殿を下車させるため。望月无雪让士兵查看箭是从哪个方向射来的。由于轮胎被射中后已经转动了大半圈，方向已经偏向其他地方，最终还是旁边商铺的老板扛下了所有。徐一航看到望月无雪还没有下车，于是让二航再往汽车的油箱射出一箭。此时的望月无雪更坐不住了，他害怕徐一航一会再向他们射来一支火箭，那就全完了。想着现在下车逃跑还有机会，然而井口马上将他拦下，告诉他如果现在下去就等于中了敌人的圈套，马上下令将油箱堵上，全部士兵将车团团包围起来就安全了。可是他们却不知，徐一航已经想出了办法对付。再射一箭，擦出火花，点燃地面上的汽油。在望月无雪跳下车那一刻，徐一航的箭随之射出，伴着一阵鸣笛声射穿了望月无雪的喉咙。注意看，半夜里一个姑娘在街上的药铺挨家挨户的敲门，突然后面出现一帮鬼子巡逻队，她马上躲到角落里。此时的她非常紧张又害怕，随后悄悄地探出头查看，没想到她一时紧张把自己的行踪暴露了。什么人？出来！枪声马上惊动了徐一航和荣石。徐一航认为肯定是妹妹出去帮他买药遇上鬼子了，能在宵禁时间让鬼子开枪的自然是自己同胞。荣石当然不会袖手旁观，马上带上武器出去查探。因为徐一航伤口发炎导致高烧不退，徐二航才出来找药店看能不能买到药。虽然他从小从爷爷那里学到了一套逃命的本事，能比一般人跑得快，可是现在是宵禁时间，街上到处都是鬼子巡逻队。哎，那有人！什么人？对。加上他此时已经受伤，行动更加艰难，鲜血从伤口处不停涌出，而且枪声也惊动了更多的巡逻队。每个路口都有鬼子巡逻队出现。在他走投无路之时，身后一家店铺的门突然打开，有人从里面将他迅速拉进了进去。鬼子听到动静，马上派人将店铺包围了起来。里边人听着，赶紧出来，要不然我就开枪了。谁要开枪啊？这是。汉奸听到这声音感觉很耳熟，随后店面打开之时，荣石从里面走了出来。此时的徐二航已经换上了另一身衣服。这位是我朋友。哦，荣大少爷，这么晚你还出来呀？怎么？我什么时候出门还得你们管啊？鬼子小队长却执意上前查看荣石身边的女人身份。当他走近之时，荣石一脚将他踹飞。鬼子不服气，那就再来一脚。我的朋友也是你想看就能看的。别伤和气。汉奸极力劝阻不能和荣家人发生冲突。荣石正要带着徐二航离开，鬼子小队长马上将荣石拦住，他要派人回去请竹木纯一来。荣石也知道，若是竹木纯一来了，那后果可想而知。爷现在就走，有胆量就让他们开枪。别开枪，别开枪，打死了他，咱谁也活不成了。荣石带着徐二航回到荣义咖啡店，交代所结。一会要是竹木纯一来了，让他实话实说。很快井口便带着大队马上赶到咖啡店。荣石呢？他走了。啊？我们的人都在外边守着，没看见他出来呀。从后门走的。此时的荣石已经带着徐二航在医院里帮他取出了子弹。徐二航很担心自己出来那么久，姐姐一定会担心他，想马上回去。荣石告诉他，等过了宵禁时间再和他一起去。可他却不知，从徐一航听到枪声那一刻，已经出来到处寻找徐二航了。他此时已经被一帮鬼子盯上了，正慢慢向他包围上来，而他正发着高烧，已然力不从心，连射箭都没有了力气。
眼前一片模糊，用尽全力才射出了一箭。是我姐姐。注意看，一帮鬼子正向一个中国女人包围上来。此时的女人正发着高烧，就连射箭都是力不从心。鬼子早已见识过徐家姐妹的剑法，听到都会闻风丧胆。如果让鬼子知道现在的徐一航根本无法射箭，一定会像饿狼一样冲上来。徐一航用尽全力射出了一箭，而这一箭刚好在一个鬼子裤裆面前停了下来。这鬼子昨天应该是烧了高香吧，运气那么好。就在这时，一个小男孩突然向窗外射出了一支徐一航的鸣笛箭。鬼子听到箭声，以为另一个方向的才是徐一航，于是马上带人向箭声方向赶去。可这箭声徐二航很清楚不是他姐姐射的。弓箭手对弓箭不熟，而且十分紧张，射箭的时候手还在抖。这怎么听得出来？鬼子追到半路也发现了不对，于是马上又重新返回，再次向徐一航包围上去。就在这时，荣石掏出双枪把围上来的鬼子打了个猝不及防，很快20个鬼子就被荣石逐个击毙，成功救下了徐一航。荣石回到咖啡馆后，正在想一个万全之策应对竹木纯一。他刚才杀了鬼子20个士兵，而且还救了徐家姐妹。对付竹木纯一就应该有个合理的解释，才能让他相信。可是竹木纯一已经带着人马赶到了荣公馆。与此同时，徐家姐妹也来到了荣公馆附近。徐一航知道荣石救了他，一定会得罪了竹木纯一，鬼子不会放过荣家。他想着一旦荣家与鬼子打起来，姐妹俩就会不顾一切冲进去帮助荣家。就在这时，突然看到荣石从外面回来，姐妹俩不解荣石为何现在才回来。荣石面对竹木纯一的质问，承认救走徐二航和击毙20名鬼子士兵都是他干的，还特意说这一切都是在帮助竹木纯一，救了徐二航已得到了他的信任，现在已经知道她们姐妹俩的住处，而且还派人守在那里。住在哪？朝阳街59号。啊！立即安排围剿。嗨，等等。荣石告诉竹木纯一，你现在派人去抓他们，这不表明自己挂上了汉奸的罪名？而且徐一航很快就会把箭射穿荣石的喉咙，好不容易得到了他们的信任，以后想要再找到就更难了。竹木纯一想想也有道理。当他走出荣公馆之时，徐一航拉起弓箭想一箭射杀竹木纯一，却被徐二航拦下。现在不能动手，会连累荣家的。那个人就是罪魁祸首，此时我可以一箭杀了他，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但是二航说的对，我不能再连累荣家了。姐。可是竹木纯一在回避暑山庄的半路上，却改变了主意。他怀疑荣石刚才有可能骗他，于是让井口马上带人赶往徐家姐妹的住处。荣石早已让锁杰守在门口，井口带人先是往屋里丢出2手雷，随后带人冲进屋里，里面却看不到徐家姐妹的踪影，只看到房里挂满了一条条带着血迹布条。人在哪里？你不是一直盯着他们吗？是，可我确实没看见他们什么时候跑的。锁杰任务已完成，可是在他刚想离开之际，井口大声叫住了他。我告诉你，日本人，在承德这地界，还没有人敢用这狗一样的眼神瞪着我。大帅！告诉你，日本人，在承德这地界，还没有人敢用这狗一样的眼神瞪着我。恕不奉陪。抓起来！眼前这个被鬼子包围起来的男人，虽然是荣公馆一个小小的管家，可他却身怀一身武艺。这些鬼子就算拿着武器群殴，也没能伤到锁杰半毫。可小鬼子竟然不讲武德，看到打不过锁杰，竟然卑鄙到用枪来压制。带走！荣树听到锁杰被抓走的消息，哪里还能坐得住？这鬼子竟然欺负到荣家头上来了，于是叫上兄弟带上武器直奔避暑山庄。容易不明白为何大哥不拦着弟弟的冲动。知道日本为什么敢欺负中国吗？他们那么点个头就敢欺负我们，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太软弱了。没错。荣氏很清楚，竹木纯一现在不敢与荣家翻脸，因为鬼子想在承德站稳脚跟，还得需要荣家。井口认为徐家姐妹逃跑是和锁杰有关，便严刑拷问，让他招供。锁杰便告诉井口，让他靠近点，这个秘密只让他一个人听到。没想到这个鬼子竟然相信了锁杰的话。当井口靠近之时，锁杰使尽全力用嘴将井口的耳朵紧紧咬住，结果把井口的耳朵咬了下来。
井口气的就要将索杰杀掉。一边的汉奸赶紧拦住，因为杀了索杰，激怒了荣家，这汉奸和井口的命也就到头了。榕树很快带人赶到避暑山庄。把你姥姥，你告诉竹木纯一，半个小时之内不把索杰放出来的话，老子就把你们避暑山庄夷为平地。竹木纯一同时也下达命令，只要榕树敢开枪，就可以无条件反击。还好容易及时赶到，阻止了榕树。咱得把索杰给要回来啊！不能要，他们自己会把索杰送回去的。榕石猜到竹木纯一也正等着榕树先动手那一刻，那样才能占理将榕树扣下，要挟榕树答应他的任何条件。进去告诉竹木纯一，索杰是榕石最得力的助手，让他自己看着办。还有，军需品的事儿，还是让他自己解决吧。而另一边的榕石也召集了承德有名的富商，放下狠话警告他们，如果没有他放话，哪个背地里给鬼子提供任何军援，就会带人灭了谁家满门。竹木纯一很清楚，如果没有榕石帮助，他很难在短时间内筹备到军需品送往前线，到那时候他的命也就难保了。为了能让榕石替他筹备军需品，只有拉下这张老脸，马上带人将索杰送回荣公馆。二少爷，替我给他1块钱。为什么？我吃了他的耳朵，没给钱。可是榕石此时不在家，他早已出城让义勇军大队长张贺做好准备截下鬼子运往前线的物资车队。竹木纯一从奉天调来的2车武器弹药已经到达，就等着榕石筹备的军需品到位，想着刚好让即将到达承德的清水23护送往前线。前往承德的火车上，此时的火车还有1天就要到站了。清水23想着明天就可以将徐景川除掉。徐景川将一大包东西丢出火车外面，而这动静刚好被清水23发现。等他赶到徐景川座位时，人已不知去向，只留下一封信给清水23。抱歉，这次你错了，我有办法比你早一点到承德。我会在你到承德的前一天把姐姐妹妹接走。祝你好运。说完也跳下火车追击徐景川，可他没有想到已经中了徐景川的当。你是自己跳下去，还是让我把你扔下火车？清水23本以为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中，却没想到自己的聪明在别人面前只是雕虫小技。注意看，一个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突然冲出去将一辆轿车拦下。这是怎么了？少爷，救救我老婆吧！几个鬼子和汉奸闯到我家里，要强暴我老婆！救救我老婆吧，少爷！你快带我去，老子扒了他们的皮！当榕树带人赶到老百姓家里时，他的妻子正被鬼子欺负，而他的女儿早已被杀害。随后将2鬼子和2伪军拖到街上。我跪下！跪下！先让人猛揍一顿，再拉着一个伪军询问到底是谁杀害了那个女孩。伪军说出这一切都是那2个鬼子干的。榕树满腔怒火顿时暴起，举枪将2个鬼子给毙了。2个伪军也是同伙，自然也不会这么轻易放掉。就在这时，一个男人走了过来。住手！救命啊！救命啊！又来了一个找死的！我说谁胆子这么大？原来是荣家的2少爷。有本事你开枪试试！敢打老子的兵，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啊？说什么呢？口气这么大！吕良彪迅速一个转身将索杰的枪踢掉，然后轻松挡下了索杰的攻击，用脚将索杰踢飞了出去。由于索杰旧伤未愈，很快就败在了吕良彪。都带走！此时的榕石正在和竹木纯一签约筹备军需品和建造兵工厂的合约。就在榕石刚要签字之时，突然容易匆忙跑来。哥，榕树让他们给抓去了。容易将前因后果告诉给榕石。榕石听后马上停止签约，一切等竹木纯一安全把榕树送回荣公馆再说。竹木纯一看到马上就要到手的肉都飞了，于是立刻派出井口去热司令部，让吕良彪马上放人。可是吕良彪坚决不放，他狂言今天一定要杀了榕树为他的兵报仇。你们吕良彪，执行命令！现在鬼子的命令在吕良彪这里也不管用。吕良彪认为他们都是满洲的兵，不在鬼子连队的管辖内。当吕良彪要将榕树枪毙之时，容易带着枪赶到，可是他哪里能斗得过吕良彪？还没反应过来，枪已经被对方给抢走。这么水平的大姑娘，真是少不少。还是留给我九泉下的兄弟们吧。你上膛！
就在这时，竹木纯一来了。竹木纯一让吕良彪立马放人，可吕良彪要他给个合理解释。那你的手下光天化日打死一个小孩，该不该打？该不该杀？随后吕良彪转过后询问了2个手下，2个手下说出女孩是2个鬼子杀的，而鬼子欺负那个百姓之时，他们只是帮助鬼子将其摁住而已。吕良彪听到这句话，马上掏枪将2个手下给毙了。他知道没把事弄明白，就随意将榕树绑走，最后还是乖乖的将榕树给放了。只要在我这儿敢祸害百姓的，一律杀无赦！给我滚开！准备射击！准备射击！这承德城是荣家的地方，日本人来了，这里姓荣；吕良彪来了，还姓荣。竹木纯一派出吕良彪捉拿徐家姐妹，要在徐景川回到承德之前解决徐一航，便全城散布消息。今天中午12点，吕良彪会出现在荣义咖啡馆，挑战徐一航。吕良彪深信徐一航看到这些消息，一定会赴约，因为在徐家被灭门当天，吕良彪是杀害徐家最多的一个凶手。荣氏本想派出兄弟将散发出去的单子全部收回，就是尽量不让徐一航看到，可是还是晚了。徐一航早已看到，我永远忘不了这个人，夺走了我很多亲人的生命。我最爱的人，为了保护我，倒在了他的枪下。我的脑海里一次次闪过那些仇人的脸，而这场是最清晰的。今天中午12点，轮到他了。荣氏告诉他，这是竹木纯一设下的陷阱，一旦去了就等于送命。经过极力劝阻，徐一航才同意让榕树护送出城。只有徐家姐妹离开了承德，就不会有更多的百姓因他们牵连而被害。可是当榕树正要出城之际，汉奸早已得到吕良彪的命令，不管是谁出城都要接受检查。一旦发现徐家姐妹此时就躲在车里面，那么荣家也就彻底与竹木纯一撕破脸，承德又将掀起一场血雨腥风。给我滚开！准备射击！准备射击！就在双方僵持之际，荣氏带着荣家人赶到霸气救场，这汉奸一下秒怂，最后还是乖乖让出一条道。随后荣氏回到咖啡店交代索杰，如果今天他一旦出事，就让索杰带着兄弟们冲出城去和义勇军会合，因为他知道刚才将徐家姐妹送出城的事闹出那么大动静，一定瞒不过竹木纯一。万一过不去，你写上：第一，这批军备非常重要；第二，帮我掌握好榕树人物。就在这时，吕良彪带人赶到。今天我包场，这是定金。看他信心十足的样子，今天势必要将徐一航拿下。竹木纯一接到荣氏派人送榕树出城的消息，也怀疑其中定有蹊跷，于是便赶往荣公馆，借吕良彪和徐一航2大高手决斗的消息，邀请荣氏一起观战。这个难得的机会啊，荣会长不想开开眼界吗？竹木纯一已经盘算好，如果今天徐一航不出现，那么就是荣氏已将他送出城，而徐一航出城的动机有可能是想对他们送往前线的几车军需品动手。假如徐一航出现，那么一切误会也将解除。榕树很快将徐家姐妹送到城外与义勇军会合，可是徐一航却要返回城内。他知道今天闹出那么大动静，如果他今天不出现在咖啡馆，荣家也会难逃一劫。而此时的徐景川也正快马加鞭赶往承德，路过鬼子关卡也是直接硬闯，半路上他的马因劳累过度而倒下了，最后只能靠脚力前行，一刻也不敢耽搁，生怕回去晚了就再也见不到姐姐和妹妹了。徐一航正一步步走向咖啡馆，此时的城内一片寂静，街上空无一人，都在屋内关注着等待今天决斗的结果。徐一航旧伤未愈，每走出一步伤口还在隐隐作痛，他心里清楚根本没有把握能打赢吕良彪。鬼子也在咖啡馆附近埋伏一帮汉奸，让他们盯紧徐一航是否有同伙，同时在他们后面，索杰让兄弟们做好准备，必要时将这帮汉奸逐个清除。徐一航来到咖啡馆门口，向天射出了一箭。荣会长是市级教官出身，可以解释一下吗？告慰他父母的在天之灵吧。吕良彪，我来了。
吕良彪，我来了。注意看，一个男孩悄悄地观察着屋里面2大高手决斗，其他人都不敢靠近这间屋子，只能远远等待着决斗的结果出来。此刻每个人的心都非常紧张。一场剑与枪的比斗过后，吕良彪中了徐一航一剑，同样徐一航也被对方击中一枪，一个没有了剑，另一个枪里也没有了子弹，两人接下来只有近身肉搏。吕良彪从小就以练习臂力为主，近身肉搏不是徐一航的长处，加上他旧伤未愈，很难打得过吕良彪。然而徐二航不想丢下姐姐一人回来冒险，也换上了鬼子衣服混入进城。荣氏更是坐立不安，如果吕良彪一旦打败了徐一航，竹木纯一就会重用吕良彪，荣氏和义勇军里应外合夺回承德的计划就会受阻。他更担心的是徐一航的安危，因为他已经慢慢喜欢上了徐一航。就在徐一航被打倒在地，精疲力尽之时，钢珠在窗外为救徐一航，便向吕良彪射出了一箭，没想到激怒了吕良彪，拔出刀刺向徐一航，随后狠狠地将徐一航丢出咖啡店门外。荣家上下每一个人都想不顾一切冲上去营救他，可是现在一旦迈出这一步，也正中了鬼子设下的圈套。荣氏也借机在上洗手间的机会，再三考虑要不要与竹木纯一彻底撕破脸，冒险去救徐一航。思考片刻，他做出了最后的决定，掏出枪子弹上膛，来到竹木纯一身后做好准备。就在吕良彪正举枪要击杀徐一航之时，在附近的徐二航射出了叠5箭。大哥，快点跑，有埋伏！带走！别管了，有我们的人！自大的吕良彪。与此同时，张贺带着义勇军向承德冲来，很快就将看守城门的鬼子和伪军除掉，直奔荣义咖啡馆。荣义姐弟俩带着兄弟乔装成黄包车夫，迅速将徐一航救走。那个拉黄包车的人是荣家大小姐和二少爷，你快点去报告杜大队长。走。是。就在这帮伪军要去通报之时，索杰下令兄弟们务必将这帮伪军全部除掉，保住荣家的秘密外泄。没想到竟然被伪军小队长逃脱了。荣石正要离开之际，伪军小队长匆忙从他身旁逃过。得知详情后，荣石也迅速驾车追赶。徐一航他们也很危险，在赶往医院路上，被埋伏的鬼子从4面8方向他们包围上来。危急之际，徐景川赶到。注意看，黄包车里一个重伤女人正被送往医院路上，而他们后面却被一帮伪军紧追不弃。眼看就要追上之际，突然冒出另一伙人将几个伪军控制。你什么人？谁派你来的？我们是杜义恩的人。你们的任务是什么？奉命来盯着徐一航的同伙，一旦发现，立即上报。为了不让荣家营救徐家姐妹的秘密暴露，索杰下令将伪军全部灭口。就在这时，护送徐一航的黄包车绊到一块大石，黄包车侧翻的同时，徐一航也被摔了下来。鬼子很快也赶到，索杰让兄弟迅速出击，全力掩护榕树他们撤退。可是由于鬼子人数众多，火力凶猛，根本无法后撤。就在榕树他们寸步难行之时，徐景川赶到。哥，二航，哥，快救救姐姐！姐，快，你们先走，这里交给我了。随后马上举起弓箭，每射出一箭都能带走2个鬼子。他学的是岳飞创的透甲剑，一箭可以穿透3个靶，所以杀伤力很强。在荣义的配合下，很快将追来的一队鬼子全部射杀。张贺带着义勇军和徐景川会合后，让徐景川和荣义换上鬼子衣服，下令让同志们想办法把承德搅得越乱越好，那样才能让徐一航有更多的时间在医院抢救。徐景川便想到去炸掉鬼子弹药库。同时，汉奸袁世良赶到避暑山庄，本想把荣家参与营救徐家姐妹之事告诉给竹木纯一的，没想到此时竹木纯一正在讨热司令部，于是马上又骑着28大杠赶往。
徐景川和荣毅趁机潜入避暑山庄，将看守的鬼子全部射杀后，丢出炸弹将弹药库炸毁。张赫赶到时也已经晚了，离开时把教场上一队正集合的鬼子，张赫懂得日语，便下令故意把他们带去追击徐家姐妹。出城后便把他们全部消灭了。此时的徐一航还在抢救中。这时，荣家的兄弟回来报告，没有追上袁世良，被他跑丢了。如果让他们认出大小姐和二少爷，荣家可就麻烦了。荣石猜想，现在竹木纯一可能在讨热司令部，于是亲自前往守在讨热司令部门口附近。袁世良没有想到，竹木纯一听到爆炸声后又赶回避暑山庄，刚好和他擦肩而过。当他快到司令部之时，荣石已等候他很久了，马上猛踩油门，直接撞向袁世良。荣石下车，迅速将袁世良帽子盖住双眼。报告，都看到了什么？荣氏的弟弟妹妹救走了徐一航。此时司令部2个伪军正走过来查看，荣石为不让秘密暴露，马上将袁世良灭口。注意看，这个汉奸正带着重要秘密告诉鬼子，不料却被人故意开车撞飞出去。荣石马上下车盖住袁世良双眼。都看到了什么？荣氏的弟弟妹妹救走了徐一航。如果让这个秘密暴露的话，荣家难逃一劫。荣石马上掐紧袁世良脖子，将其灭口，还不停故意叫唤司令部门口的守卫过来帮忙。当守卫赶来之时，袁世良刚好没了动静。当荣石本以为事情已经办妥了，没想到袁世良突然间又喘上气来。荣大少爷，这么点小事交给我们做就好了。过来2个人，来，帮忙！袁世良被抬进抢救室，荣石很担心汉奸一旦被救回，那么荣家可能就大难临头，于是马上让索杰把徐一航他们暂时藏在荣义咖啡店的地下室里。竹木纯一知道袁世良是杜伊恩派出去监视徐一航逃回来的唯一一个人后，马上赶往医院。可是袁世良还在昏迷当中，竹木纯一开始怀疑荣石这次不是巧合，只跑回来一个，还让荣石给撞了，有这么巧的事儿吗？是啊，看来这个荣石有重大嫌疑啊。他就这么不甘心做配角吗？为了确保袁世良的安全，下令派兵重点看守医院，不准荣家任何一个人靠近。随后还带着一大队人马将荣公馆包围。因为今天种种疑点都指向荣石，袁世良没有清醒说出一切之前，竹木纯一只有将荣石控制起来。荣石面对竹木纯一的质问面无惧色，虽然竹木纯一的每一条推理都猜中了荣石这几天的计划，竹木纯一也故意说出袁世良已经醒了，也把所有的事情真相说了出来。此时就等荣石自己招认。荣石也能猜到竹木纯一是在试探他，如果得到证实，按照鬼子的作风，不会像现在一样静静地坐在这里审问了。荣石只有一口否认竹木纯一的推理。佩服，整个推理严丝合缝，我都想承认，但是没有证据。我这里不是法庭，不需要事事都要证据。那我就无话可说了。竹木纯一看到荣石到现在这个地步了还如此固执，便决定今天务必要将荣石这个钉子拔掉。可是竹木纯一却不知，荣石早做好了与石俱焚的准备。你们一向是宁可错杀1000也不放过一个，所以我们之间没有什么道理好讲。再说我也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自己的清白，所以这屋子里的所有人都别想走，我们一起完蛋。将军不妨蹲下来自己参观一下。当竹木纯一蹲下查看桌子底下时，荣石早已在桌子下面安装满了炸弹，只要荣石的脚轻轻一动，整个屋子的人都将同归于尽。注意看，鬼子少将低下头，竟然看到桌子底下早已被荣石装满炸弹。将军，有这么多人陪着我们一起上路，我们不会寂寞的。黄泉路上，我们接着斗。与此同时，躺在医院的汉奸突然醒来，他说出了救走徐家姐妹的正是荣家的人。赵正文马上骑着28大杠赶往荣家，他要把这个天大的秘密告诉给竹木纯一。荣石本想和鬼子同归于尽的，没想到自己的弟弟竟然在这个时候冲了进来。谁让你进来的？出去！啊！拦住他！哥！既然进来了，就一起上路吧。
这也正好被竹木纯一抓住了荣石的软肋。他想到有榕树在这里，荣石不敢引爆炸弹，不会亲手伤害自己最亲的人。就在双方僵持之际，赵正文匆忙赶来，说出了徐家姐妹是谁在背后救走的真相。你再说一遍，大声说！袁世良醒了，徐一航是吕良彪派人救走的，那9个人全都是吕良彪派人干掉的，就他一个人活着回来了，结果被荣大少爷的车给撞了。此时的荣石也看不透，到底是赵正文说了假话，还是袁世良怕死故意编出来的。赵正文还说出袁世良现在已经醒了，不信可以亲自回去问。荣石便要竹木纯一向他当面道歉，可是竹木纯一却要亲自回去问袁世良，把今天之事查清楚后会亲自登门道歉。今天要把榕树带走，要荣石3天之内查出徐家姐妹和封家父子的下落。鬼子走后，荣石才让索杰帮他把脚放下来，因为他的脚已经麻了，没法放下。然而医院病房内，张长武紧紧掐住袁世良的脖子，要在竹木纯一回来之前让他再死上一回。就是你和庞超、杜岩这帮内奸，害得老子好好的一个人跟着你们做了走狗。没错，是我们啊！我们一个牌都没有叛变，都没有投降，我们活着就是为了有一天弄死你们！竹木纯一也正向医院方向赶来。当他们赶到病房时，袁世良已经被张长武送去领了盒饭。竹木纯一从赵正文3人的慌张神情中看出了猫腻，怀疑他们3个是为帮荣家洗脱嫌疑才说的假话，然后将袁世良杀害。赵正文3人极力否认。竹木纯一让人将他们关押起来，严刑逼供，把赵正文3人打得遍体鳞伤，而且还特地邀请荣氏兄妹观赏鬼子的10大酷刑。竹木纯一让李东胜说出袁世良到底说了什么话，可是李东胜宁死不屈，最后被鬼子放狗活生生给咬死。接下来便是吕良彪，井口用烙铁狠狠地印在吕良彪身上，让他交代义勇军在什么地方。吕良彪故意说得很小声，趁井口侧耳倾听之际，迅速将井口的另一只耳朵给咬掉了。人家就2只耳朵，让你和索杰一人吃了一个。徐锦川，我来了。不要小看这2只鹦鹉，他们给义勇军提供了一份鬼子的绝密情报，让鬼子损失惨重。明了，陈哥哥，程德县，指的肯定是清水23，清水23明晚到达成都。就在前2天，鬼子少将抓走榕树后，顺便将他的2只鹦鹉一起拿走，因为竹木纯一知道这2个鹦鹉会学人说话，而且记忆力非常好。他拿回去后本想通过卫士让鹦鹉说出关于荣家一些秘密，没想到拿回去2天什么也没有问到。接下来竹木纯一接到清水23的一个电话，他将在这2天到达承德。こので無関にさせろ。頂上性工作茶葉経由で非常特に入りましょう。私はお酒を用意して窓をする。だけど、塩で青。没想竟然被这只鹦鹉将这句话记下来了。当天荣石便到避暑山庄向竹木纯一要回2只鹦鹉，随后经过几次试探，鹦鹉随口就说出了鬼子的一个秘密。荣石猜到这消息肯定指的是清水23，因为竹木纯一就等着清水23到承德后将护送军需品任务交给他。荣石猜想清水23没必要冒险绕到长城战区再回察哈尔，必定走察哈尔再到承德，所以徐锦川想到了一个办法，在察哈尔到承德的必经之路上附近有一个破庙，先派人在路上挖一个深坑，然后徐锦川在附近的破庙里设伏，在清水23前进道路受阻之时，突然听到附近传来熟悉的小提琴声，知音的乐曲。而这一刻也正是清水23想和徐锦川正面交锋的机会。徐锦川知道他的剑要比子弹慢好几倍，想要打败清水23，那只有靠近攻才有机会。徐锦川，我来了。恭候多时。清水23的听声辨位能力远胜于徐锦川，不管徐锦川向清水23射出多少箭，对方都能轻松躲过，他只能提前在破庙里设下到草人机关，就是引开清水23注意力，从而射中对方的枪口，让清水23的枪脱手而出。近距离攻击才是徐锦川反败为胜的机会。
徐景川慢慢走过去，本以为清水23会在草席下面，而对方却在背后注视着他。徐景川本想乘胜追击，不料反被清水23从身上掏出刀将他刺伤。徐景川扛着伤，使尽全力支撑着。危急之时，躲在附近的徐二航终于出手了。他只射伤了清水23，却被他趁机逃脱。哥，清水受伤了，快去杀了他！快！我不行。只因徐二航小时候连纸兔子都不敢射杀，在一次打猎中，他爷爷要求3姐妹都要打到猎物。由于徐二航不敢杀生，所以特地在野兔身上绑了个铃铛，只要他射中铃铛，就算完成任务。没想到在徐二航向野兔身上的铃铛射去之时，突然出现一个男孩挡在前面。从此之后，他就再也不敢对着人射箭。受伤了，快去杀了他！眼看鬼子的刀就要取走徐景川的命，危机关头，突然飞来一支箭，将清水23射伤。清水23马上趁机逃跑。哥，清水受伤了，快去杀了他！快！徐二航心知自己不敢杀人，就算追上去也没有用，他此时只想着自己哥哥的安危。徐景川让耿宇带人到树林里寻找清水23，容易马上将他送往附近的医院。一路上，徐二航边哭着边叫唤着：“你不能睡，你还要带我去香港呢，哥，你不能闭眼。”抢救中，由于徐景川失血过多，此时医院已没有 O 型血，而徐二航的又是 A 型。我是 O 型血。与此同时，清水23也带着伤来到康源。竹木纯一从清水23那里得知，徐景川受了重伤，肯定也在康源救治。随后下令驻守康源的士兵全力搜查徐景川的下落。当鬼子正向医院赶来之时，因徐景川还在抢救中，耿宇便带着荣家的兄弟前往阻击，给徐景川创造更多的时间。随后徐景川脱离危险后，马上从后门紧急撤离。半路上，徐二航听到后面有追兵向他们追来，有一辆运兵车，几十个骑兵，距离这里3里多地。由徐二航开车引开鬼子，荣毅则带着徐景川躲在路边的草丛中。因为徐景川刚动完手术，再也经不起颠簸了，只能带到附近的村庄暂时休养。半路上，徐二航的车突然没有了油，而后面的鬼子也快要追上来。他马上想到了办法，将车推进路边的草丛中，成功避开了鬼子追击。而在承德的荣石正在策划着一项绝密计划，因为今晚鬼子就要将军需品送往长城战区，他的目标就是联合义勇军夺下这批军需品。随后出城向张贺借用鬼子一个叫9条的军官，他是前段时间被张贺俘虏，被感化后加入义勇军队伍。荣石想用他的身份进入避暑山庄，将被鬼子关押在大牢的吕良彪救出，而这一环也是最重要的一环，那样才能将吕良彪按通义勇军的罪名坐实，荣家才能洗清与徐家姐妹之间的关系。这不仅是救了荣家人，也是救了承德人。虽然徐家与吕良彪有不共戴天之仇，徐一航为报荣家多次救命之恩，也只能将仇恨暂时放下，配合荣石的计划。随后索杰带着徐一航来到筒子街18号，屋里有一条密道直通附近阁楼，你们可以在那里伏击日伪军的杀了人之后立刻退回阳道。他的另一条出口通向背面的院子。晚上荣石会按照3天之约把徐家姐妹下落提供给竹木纯一，作为换回荣叔的条件。的人在城南茶行外看到了徐二航。什么时候？5分钟以前，我的人在那儿盯着。让你的人盯住，我的人马上就到。然而今晚承德城内将会迎来一场恶战，更是竹木纯一和荣石之间智慧的较量。注意看，这帮鬼子竟然对着一间民房内疯狂输出，房门都被打成了筛子，因为里面躲着2个让所有鬼子听到名字都胆颤心惊的女人。可是当鬼子冲进屋里之时，房内空无一人。就在几个小时前，2鬼子半夜巡逻，突然有2个黑衣人窜出，用弓箭狠狠地刺穿了鬼子脖子。竹木纯一看到杀死他们巡逻兵的竟然是徐二航的蝶舞剑，据说蝶舞剑出现
要比徐一航与徐景川的鸣笛剑和透甲剑更可怕。这武剑一旦离弦，有可能比鸣笛、透甲还要可怕，尤其擅长突围，我们必须重兵压上。竹木纯一马上派出一队人前往出事地点捉拿徐二航，可是他们却不知，徐二航根本不敢出剑伤人，是荣石故意用徐二航的剑打乱竹木纯一今晚的计划。很快，荣石便打电话告诉竹木纯一，他们荣家人在城南发现2名鬼子被徐二航的蝶舞剑所杀。竹木纯一同样派出一队人赶往现场。荣石这样在城内几个地方散布发现徐二航的消息，就是想将竹木纯一埋伏在城门口的600人调走。没想到的是，竹木纯一这只老狐狸，城门埋伏的人按兵不动，只将避暑山庄的400人分配出去。荣石再让手下的兄弟在城北做着同样之事，再次将发现徐二航的消息告诉竹木纯一。可竹木纯一宁愿将避暑山庄的兵调完出去，也不愿调动城门设伏的600人。从城门口调兵，不能再调兵了，把派往城南城西的人立刻撤回来。嗨！可刚派出去把队伍叫回来的人，刚出避暑山庄就被荣家人给干掉了。竹木纯一在城门设伏600人，就是为防义勇军向上一次扮成他们的士兵再次混进城，与徐家姐妹里应外合夺下承德，想着只要义勇军敢踏进城门，这600人足够将义勇军歼灭。荣石看到城门守兵还是未见动静，于是将最后一个鱼饵抛出。竹木纯一果然上当了，在无兵可派的情况下，让井口和杜一恩带着城门设伏的600人前往抓捕徐家姐妹。在筒子等18号的徐二航整整等了1个晚上，终于察觉到鬼子正向他们方向赶来。同时，荣石让封家父子带着他们手下兄弟换上鬼子衣服，兵分2路按照原计划行动。我是文公馆的人，他俩还在里面。大少爷吩咐过，一定要看到他们才能够动手。随后，荣家的手下让2个鬼子扮成百姓，装作被人追杀的情景，来到筒子街18号房子敲门。徐一航马上让假扮徐二航的小燕把脸转过去。当他开门之时，2鬼子看到屋子里面2人正是徐家姐妹。随后，徐一航2人迅速从密道撤离。当鬼子派兵向屋里发起攻击时，徐一航早已来到了离他们不远的阁楼上。鬼子冲进屋里，却发现空无一人。井口不相信就这样2人凭空消失了，于是带人赶往查看。此时，徐一航早已做好了送这些鬼子回老家的准备。喂，过来！你们进去看看。嗨！井口让荣家的手下和2鬼子先进去查看，这也正是徐一航下手的好机会。给我扔！注意看，女人射出一支穿云箭，刚好带着同伴丢出的手雷，射往前面鬼子的车底下。轿车在半空来了个360度的转体后，重重地摔回到地面上。徐二航紧接着射出第2箭，直接将出卖他们家的汉奸直接送去西北。徐一航马上从密道撤离，来到附近与荣公接应的人会合。可是当他们刚想离开之时，刚才的鬼子已经派兵将附近包围了起来。他们发现我们了？未必，他们一定是想从这边包围小阁楼。徐一航认为鬼子还没有发现他们在这里，只是将阁楼附近的民宅包围起来搜查，现在只能见机行事。鬼子冲进来那一刻，徐一航直接射出鸣笛箭向鬼子索命。徐一航们那是哪？把鬼子吓得连忙后撤，可是撤出来的鬼子被视为逃兵，马上被处死。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些鬼子也只能再次冲进去送命。鬼子这是想和徐一航他们打消耗战。与此同时，荣氏派出封家父子在鲁家楼下等待从城南和城北的2队鬼子撤回来之时，让他们故意从背后发起攻击，制造混乱，然后点燃稻草作为混淆视线。当后面另一队人赶来之时，再向他们发起攻击，同样将稻草点燃丢在路中间，让2队日伪军鬼打鬼。就在这时，鲁宜轩也不含糊，从床底下拉出1箱手榴弹，向楼下的鬼子丢去。如此混乱的场面，让鬼子根本分不清炸弹从哪里飞来。鬼子无论进攻多少次，都被徐一航和荣公馆的人全部消灭。多次于进攻受阻，便下令从围墙搭起人梯。此
此时的徐一航因旧伤未愈，开始慢慢难以拉动弓箭。他知道自己此时不能停止，鬼子就会不停蜂涌进来。现在只能靠止痛药来缓解疼痛，可是根本起不到作用。荣公馆的兄弟也开始一个个被鬼子击中倒下了。徐一航看着他们就在这样在自己眼前倒下，让他想起徐家被灭门的情景，顿时激起了他的斗志，忘记了所有的伤痛。眼下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这些鬼子全部射杀，为死去的同胞报仇。可是也有粮尽弹绝的时候，打死的鬼子堆满了整个院子。枪声停止后，鬼子慢慢向他们包围上来，他们也做好了与鬼子殊死一搏的准备。对不起，连累你了。没有，我终于打上仗了，终于给我爷爷报仇了。危机关头，一队伪军冲进来，将鬼子全部杀掉，救下了徐一航他们。原来是赵正文和张长武带着手下没有叛变的一个排赶来。大小姐，贺令驻军徐旅长部下，三团212连3排排长赵正文、副排长张长武向大小姐报道。注意看，一帮鬼子正慢慢向屋里的2个女人包围上去。此时这2个女人身上的子弹已用完，只能等鬼子靠近了做最后的殊死一搏。突然从鬼子后面传来一阵枪响，鬼子也应声倒地。原来是一队伪军将鬼子全部打死了。别开枪！杨小姐，我们是徐司令的兵，我们没有叛变，我们是被下了枪，但是我们是为了给徐家军、给弟兄们报仇，才留住这条命的。与此同时，荣氏派出索杰和9条义父前往城门假传竹木纯一命令，调派一队人前往增援筒子街。鬼子小队长也是很好奇，为何上面没有打电话来下命令？情况紧急，也只能跟上去见机行事。原来荣氏早已让荣公馆的兄弟切断了避暑山庄的通讯线路，只要竹木纯一派出去的维修员都让他们有去无回。9条义夫带着从城门赶来的一小队鬼子，来到了鲁家楼下。此时交战的正是2队日伪军。9条义夫和索杰趁机将鬼子伺机撂倒，然后开车前往避暑山庄。他们这次的任务就是借用9条义夫的身份，趁乱劫走关押在避暑山庄的吕良彪，半路上再叫上自己的人一起前往。由于避暑山庄通讯线被切断，坐镇大本营的竹木纯一只能靠人力通报战况。荣时就是用这些时间差让索杰他们去营救吕良彪。9条义夫是攻打鹤岭时被义勇军俘虏，所以避暑山庄很多军官都认识他。証拠命令、吕良彪を直ちに移すことに。入電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そうだ。電話線は高西無事に切れました。すべての電話は不通です。在进入山庄时，随便找个理由就能将他们蒙混过去，很快就将吕良彪从避暑山庄里面带出来。半路上，9条义夫和荣公馆的人将避暑山庄跟随转移的吕良彪的鬼子迅速清除掉。よかろう。近所所がいなかったら任務を遂行できない。はい。少佐に伝えろ。任務中止、無用な損失を抑えろと。はい。然后将他们丢下车。而他刚才说的话，就是想把黑锅甩给看管大牢的京城，故意留着一个活口回去报信。随后，他们来到荣家的咖啡馆，与徐家姐妹一起送出城。在出城门之时，由于直接冲塔而出，一队伪军紧追其后，还好有一直埋伏在城外的义勇军援助。很快就将这帮伪军给打跑了。经过一晚的较量，荣氏大获全胜，而竹木纯一输的一败涂地。注意看，被绑在架子上的鬼子军官，很荣幸成为了荣石和竹木纯一此次较量的一枚棋子，也替荣石背了个大黑锅，最后还是被自己人放狗活活咬死。事后，竹木纯一和井口认为昨晚之事，推算出这背后肯定有一个指挥能力很强的指挥官，才能有如此强悍的战斗能力。达到这种水平的只有荣氏一个。荣氏はその点非常に近いと思いませんか。10年も従軍し、中国では戦闘が絶えません。100以上の戦場はくぐっているはずです。竹木纯一也同意井口的看法，还没等竹木纯一想出办法去找荣石的罪证，反而被荣石先找他们算账。荣石这次提供徐家姐妹线索，为此我损失了5个兄弟，
我的兄弟是为你们而死，这个责任你们必须承担。还有，晚饭前必须把我弟弟送出避暑山庄，否则别怪老子给你们翻脸。竹木纯一也只能信守承诺，将榕树归还荣公馆。走出避暑山庄的榕树还特意警告井口：我告诉你，从今以后啊，再让我看见你们日本人欺负承德老百姓，见一个杀一个，不信你就放出来2个试试。吕良彪被救出后，本想让他加入义勇军队伍，可不管张贺如何劝说，都没有将他说服。因为张一平曾对他一家有过救命之恩，他绝不会背叛张一平加入义勇军。就在这时，徐二航赶到义勇军驻地，将徐锦川受了重伤，被荣一安顿在多伦养伤的情况告诉给索杰。荣氏为保护徐锦川安全，马上派人前往保护。此时的徐锦川还在多伦一个姓葛的百姓家休养。葛大叔一家为防鬼子来搜查，故意在自己家里挖一个地道。可是鬼子很快就要搜到徐锦川所在的葛家屯了。葛大叔在出去干活的路上，看到一队鬼子正朝他们村而来，马上慌忙地跑回家。快！鬼子来了！鬼子来！迅速扶着徐锦川躲进刚挖好的地下密室里，密道口是在灶台下。将徐锦川带进去后，马上将把锅放回去，然后再往灶台里生火。为防鬼子发现，鬼子冲进葛家屯，立刻强百姓家的东西。就在这时，葛大叔的儿媳突然发现徐锦川的血衣还在床上，马上慌忙将其放进灶台里烧掉。没想到刚塞进去，鬼子就冲进了屋里。这两鬼子在屋里搜查之时，竟然盯上了葛家的媳妇，便要上前欺负。此时躲在灶台里的徐锦川从缝隙中也看到了这一幕，于是马上拉起弓箭。这两个鬼子正要对眼前的女人行不轨之事，却不知躲在旁边灶台里面的徐锦川已经拉好弓箭送两鬼子回老家的准备，却不料女人灵机一动，嘴里含着一口锅灰，直接把两鬼子给吓跑了。这帮鬼子专门进村抢老百姓的东西，在这个战争的年代，到头来受苦的还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只能眼睁睁看着鬼子将家里全部家当一抢而空，也不敢上去阻拦。荣氏本想派耿宇带着荣家的兄弟去保护徐锦川的，有日本兵，快隐蔽！这不还没进村就看到一帮鬼子满载而归。耿宇猜想这些鬼子应该还没有发现徐锦川，如果发现了，就算是死也会扛着回去领功，所以交代容易让徐锦川继续留在葛家屯养伤。鬼子刚来搜过，近段时间应该不会再来。竹木纯一认为荣公馆潜伏有义勇军在内，于是趁荣时为死去的几个兄弟下葬之日，荣公馆的人都在场之时，想要对荣公馆的人逐一盘查。因为索杰和九条一夫劫走吕良彪当天，故意留下活口的大冢，认为能从声音可以辨认出当天劫走吕良彪的人。查也可以，将军必须明确地告诉你的手下，不能为了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就随便诬陷我的兄弟，否则我绝不让查永远分裂。第二，我要亲自和将军一起盯着，以防有人作弊。竹木纯一同意了荣氏提出的两个条件，才让对荣公馆的人进行盘查。可井口却特意告诉大冢，如果找不出可疑之人，就随便找一个替罪羊就行。井口没有想到，荣时的兄弟之中有一个会日语。耿宇，他们说什么？井口中佐对这位大冢次郎说，按照事先计划，如果辨认不出来，随便指认一个，以免将军下不来台。师姐，让弟兄们子弹上膛，有人敢为难我们荣家兄弟，跟他拼命。是。告辞了，请留步。竹木纯一味给荣公馆的人一个交代，便下了井口的枪和职务，让他回去关禁闭4国。大冢在盘查之时都没有发现那天听到的那一个声音。嗨！当轮到索杰之时，大冢突然感觉这声音有点耳熟，在场所有人都进入了紧张的气氛。随后索杰又重新说了一次，只看到大冢摇摇头，索杰才成功躲过了一劫。注意看，两个鬼子正在巡逻之时，店里突然走出一个男人。太君，我们荣会长有请。很快两个鬼子竖着进去横着出来了，而且脖子上还被2支箭刺穿。索杰让手下的兄弟取来弓箭，然后向空中射出一支徐一航的鸣笛箭。关门。很快附近的鬼子闻声赶到，从现场看到
被杀的2个鬼子身上还留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下一个竹木纯一。私的本卡。井口认为只要竹木纯一不出避暑山庄，就算徐家姐妹插翅也飞不进来。可竹木纯一并不是那么想，他认为此时徐家姐妹还在城里，对他们往前线运送军需品就更安全。只要徐家姐妹不联合义勇军，就凭城外那一小队义勇军就成不了气候。可竹木纯一并不知道，这是荣实故意冒用徐一航的身份在城内制造假象，在清水23回来之前将军需品运往前线，那样徐家姐妹联合义勇军就更容易将这批军需品截下。竹木纯一派出1个中队和1个营的伪军，先行出城探查路况。鬼子行至险要地段时，突然向2面的山上开枪，还好埋伏在山上的义勇军运气比较好，就差那么一点就要被鬼子的子弹给咬上了。大队长，打吧！不行，他没发现我们。那他瞎开枪干嘛呢？抽风呢？这叫打草惊蛇。鬼子看到没有异常，便前往里川去探路，只留下伪军在附近进行搜查。可伪军连长也想趁机偷懒，留下1个班的伪军在此。这伪军小班长以为这里安全得很，随便找了个地方睡懒觉去了。等他醒来之时，差点没把他给吓死。这伪军也有自知之明，认为此时自己已是待宰的羔羊，便主动愿意加入义勇军队伍。张贺便决定将他留下，一会鬼子物资车到来之时大有用处。此时鬼子的物资车队已经出城，很快就进入了徐一航和义勇军的埋伏区域。徐一航因旧伤未愈，便把此次重要任务交给徐2航。没想到鬼子车队突然间全部停止前进，张贺猜想鬼子肯定对这片区域起疑了，于是让几个兄弟换上伪军衣服，让伪军小班长出去立功的时候等。是关东军辎重队吧？我们是任何讨日军的，负责这里的警戒。连长呢？连长到周边清剿抗日分子去了。那你们负责警戒的人都在边上警戒呢。过来，过来跟长官见面。鬼子军官看到有伪军在这里搜查都没有异常，很快就放下了戒备，又重新下令让车队前行。徐2航率先射出徐1航的鸣笛箭，一场激烈的生死之战就此展开。徐安的！注意看，鬼子几十辆辎重车行至半路时，突然遭到100多人的义勇军袭击。徐2航率先将前面车辆车轮打爆。徐安的！当护送车队的鬼子纷纷下车之时，山上的义勇军迅速开枪阻击，鬼子在毫无防备下纷纷倒地。此时徐一航看出了车队第2、4、6、8是运兵车，其他都是辎重车，于是让徐2航将运兵车炸掉。可徐2航根本不敢出手，徐一航迅速将手榴弹引线拉掉，徐2航也只能被逼无奈将箭射出。运兵车上的鬼子纷纷从车上跳下，同时义勇军也没闲着，只要鬼子敢露头，就得往死里打。没有击中的鬼子全部躲到了车的另一边，可鬼子却没有料到，另一边的山上也有一队义勇军埋伏着。我第1个、第6个，我第2个、第7个，我第3个、第4个、第5个。如果一枪没打中，迅速补枪。随着徐2航信号箭射出，鬼子背后山上的义勇军早已瞄准了他们，这下子让鬼子无处躲藏。只有再躲回到车的另一边，这也正好撞向义勇军机枪组的枪口上。很快这些鬼子就被全部消灭。义勇军以为战斗已经结束，可是没有想到鬼子竟然还留有后手。车厢内迅速伸出许多机枪口，随后疯狂地向义勇军埋伏的地方输出。张贺下令按原计划行动，传令下去，让所有人大声惨叫。快，惨叫，惨叫！你们叫的也太不像了。传叫过去，如果日本人再搞事，我不要给事儿。是。很快鬼子就相信义勇军已中弹，等到惨叫声停止之时，鬼子军官认为战斗已经结束，便下令全部下车。鬼子没有料到，等他们全部下车后，山上的义勇军发起了进攻信号，两面火力夹击，让鬼子无处躲藏，半炷香不到，这些鬼子就被全部歼灭了。最终义勇军以120人无人伤亡，却全歼了鬼子200多人的辎重队。这一消息却被伪军连长在山头上看到了，回去后立刻将情报告诉竹木纯一。我军全军覆没，对方无一伤亡，我就没听说过这种事。
除非对方是戚继光在。这个天才指挥官，就连清水23也认为这个指挥官能力确实让人敬佩。从井口那里得知，有这个实力的只有荣石一人。荣石有重大嫌疑。此时的荣石为获得张赫他们最新战报，便让荣树和荣毅去城外树里提取情报。可没想到他们两姐弟出城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竹木纯一那里，于是便让人悄悄跟踪上去。荣树两人在城外等消息之时，突然看到一男人正往存放情报的地方走去。等男人离开后，姐弟俩悄悄走到有树洞的大树底下，刚从里面掏出了一团纸球，突然身后出现一帮不明来历之人，将他们绑走。放开我！你们是什么人？注意看，女人刚从树洞里掏出一个藏有情报的鱼丸，不料背后出现出一帮男人将情报抢走，还将荣毅姐弟俩绑走。在他们转身起来要与鬼子拼命之时，索杰竟然按住了荣石手枪的扳机。原来这伙人都竹木纯一派出去跟踪荣毅他们的。竹木纯一打开泥丸里的情报，他不要露出破绽，那样才能更利于将荣石置身事外。在索杰倒下的那一刻，荣石还是跑过去抱起了索杰。他们可是共事3年的好兄弟。与此同时，本已传来张赫大会出来的消息，这些消息已经传遍全城。荣石突然意识到自己弟弟妹妹出去取情报还没回来，便让索杰赶往探查。当索杰来到城外树林时，只发现榕树他们开出来的车，到处寻找也不见姐弟俩踪影，而且在树洞里的情报也不见了，只在附近捡到榕树一直戴在身上的墨镜。索杰已然猜到他们两个已经被鬼子抓走。此时的榕树正被竹木纯一关押在大牢内审讯着，让他说出背后主谋是谁，可并没有什么效果。他们姐弟俩守口如瓶。虽然竹木纯一暂时没有对荣家姐弟俩用刑，是看在荣石在他们眼里还有用处。竹木纯一说过有必要时也是可以舍去荣石这条拐杖，于是将榕树带到荣一的牢房中，铺在城内的地下党成员收到了与守山前往避暑山庄会见竹木。鬼子用上10大酷刑之一，当着榕树的面对荣一用刑。榕树知道姐姐最怕的就是狗了，就收到了与守山上吊自杀的消息。可荣一宁愿自己被狗咬死，也不让榕树招供。榕树还是一口咬定这事全是他们姐弟俩做的，并没有什么幕后主谋。鬼子都是不达目的不罢休，再次对荣一用刑。榕树虽然不忍心自己姐姐被鬼子这样摧残，可是除了招供别无他法。就在这时，他突然想起索杰曾告诉他一句话，推开房门，看到荣一躲在角落里用窗帘将自己紧紧地包裹着。原本天真活泼的妹妹已经不在了，却变成现在满眼都充满了。我说别咬了！我说是索杰，是索杰。索杰猜到榕树他们已然出事，马上赶到杨业那里，交代他一些善后之事。杨业也是中共地下党成员。交代完后，索杰返回荣公馆，特地教榕树养的那2只鹦鹉学会一句话：一切已经都不可能了。他立誓要让自己尽快从悲伤中走出来，为死去的兄弟报仇。荣石为索杰举行了，然后交代荣公馆的人不要对任何人说他回来过。做完一连串策划后，他返回咖啡馆等候竹木纯一他们到来。索杰把榕树可能被抓之事告诉荣石，荣石让他马上离开。大少爷，我知道你不会向自己兄弟开枪的。荣一上前阻拦，说出榕树为了救他才不得已犯下了错。加上荣公馆的兄弟受索杰生前交代，让荣石不要为难榕树，荣石才慢慢松开了拿枪的手。可是榕树后悔自己做错了事，害死了索。为了保住荣石，索杰宁愿自己留下替他背这个黑锅，因为承德一旦没有了荣石，以后想再次夺回就更加困难。随后，索杰将一把钥匙交给他。我的任务和我的秘密都在南小街25号。就在这时，鬼子已经冲进了咖啡馆，还带着榕树姐弟俩。索杰迅速劫持了旁边的伪军连长，趁机跳窗逃跑。竹木纯一下令一定要抓活口。逃跑之时，索杰和井口各打中了一枪。荣石赶到之际，索杰让他马上向他开枪，不要让他落入鬼子手里。荣石此时也难以抉择，一边是荣家几百口人的安危，一边是自己最得力的好兄弟。我要留着口本。大少爷，快开枪！大少爷，开枪打死我，别让我落在日本人手里！快！走开，荣石！跟他们拼了！在他们转身起来要与鬼子拼命之时，索杰竟然按动了荣石手枪的扳机。他实施舍去保帅的计划终于成功了，马上将荣石推开，摇头示意让他不要露出破绽，那样才能更利于将荣石置身事外。在索杰倒下的那一刻，荣石还是跑过去抱起了索杰。他们可是共事3年的好兄弟。
竹木纯一下令将荣家所有人，包括那2只鹦鹉，也要带回去审查。竹木纯一从鹦鹉口中听到了一句话：锁结有问题，锁结有问题。他没有想到这是锁结舍巨宝帅中的一环。清水23不明白为什么不趁此机会彻底摆脱荣石，因为在承德还没有找到比荣石更有影响力的人。随后一直与荣石作对的于守山前往避暑山庄，向竹木纯一推荐自己可以替代荣石，只因荣家没倒之时，他这个商会副会长一直被荣石挤压着，现在就是他翻身的好机会。看来于守山是要做定承德的大汉奸了。潜伏在城内的地下党成员收到了于守山前往避暑山庄会见竹木纯一的消息，在于守山离开避暑山庄之后，马上展开除奸行动。竹木纯一很快就收到了于守山上吊自杀的消息。没想到在承德，荣石比关东军威慑力还大。清水23这才明白为何竹木纯一一直没有杀掉荣石的原因。随后竹木纯一接到军部命令，让他尽快重新筹备军需运往前线，只有靠荣石才能在短时间内筹备得够。无奈只能将荣石释放。荣石回到家，推开房门，看到荣一躲在角落里用窗帘将自己紧紧地包裹着。原本天真活泼的妹妹已经不在了，却变成现在满眼都充满了恐惧。我已经不是那个容易了。你看我的身子，你看我的身子。可是他内心很坚强，就算鬼子把他的未来幸福给毁了，他也要好好活下去。他清楚，自从鬼子进入承德的那一刻起，美好的生活和美好的爱情，一切已经都不可能了。他立誓要让自己尽快从悲伤中走出来，为死去的兄弟报仇。荣石为所劫举行了葬礼，荣家上下所有人，包括鲁家的人也来到了现场。荣树在所劫坟前向荣石说出了他就是出卖所劫的人。我他妈打死你！张少爷，张少爷，使不得，使不得！荣一上前阻拦，说出荣树为了救他才不得已犯下了错，加上荣公馆的兄弟受所劫生前交代，让荣氏不要为难荣树，荣石才慢慢松开了拿枪的手。可是荣树后悔自己做错了事，害死了所爷，随后从鲁一伟手里抢过枪想了结自己，还好荣石及时出手将枪踢掉。荣树跪在所劫坟前立誓，我的手指发誓，荣树留着这条命，就是为了给所劫报仇。我一定亲手杀了竹木纯一。说完从身上抽出刀，将2根手指割断。对不起，忠臣和使者，我要留着口板记。全好。吕良彪没有想到徐二航会出手，就一个杀害他家人的凶手。这件事要是被徐一航知道，非气死不可。自从徐家姐妹帮义勇军夺下鬼子辎重车队后，回到军营时听到义勇军说吕良彪逃跑了，2姐妹马上追了出去。由于吕良彪身上的伤还没痊愈，加上长途跋涉伤口开始恶化，不得不在附近寻找大夫医治。没过多久，徐家姐妹也来到了同一家医馆内。老者无意中说出今天也有一位伤得很严重的男人来到此地医治。徐一航从老者口中对男人的描述正是吕良彪。他在哪儿？镇西头有个大车店。老者劝他现在先不要拉弓，要报仇过了今晚也可是，因为吕良彪也伤得很严重，也要到明天才能离开。到了晚上，徐二航按照老者白天说出的地址找到了吕良彪，此时刚好遇上吕良彪教训几个强抢百姓粮食的讨热军。老子最恨欺负老百姓的兵痞，把粮食留下，马上给我滚！记住老子的名字，我叫吕良彪。如果下次再让我碰到，我把你们一个一个全毙了！滚！当吕良彪回屋之时，马上将带有纸条的箭射到门板上。吕良彪听到动静，打开门，看到蝶舞剑便知道是徐二航，按照箭射来的方向走去，很快就发现了徐二航躲在围墙外面。徐二航从脚步声也听到了吕良彪正向他走来，随即拔腿就跑。吕良彪紧随其后，还好徐二航及时发现，不然就要摔下万丈悬崖了。吕良彪也很快追了上来，他知道徐二航就躲在附近。吕良彪告诉徐二航，只要他姐姐放过张一平，自己任由他外治，因为张一平救过他和他娘。如果他肯放过我大哥，我情愿被他一箭射死。他不会答应的。
徐二航这次来找吕良彪，就是通知他赶紧离开，可吕良彪就是不听劝，被徐二航射出一箭闪避之时，不小心脚下一滑。徐二航，你快放手！你放了手，就替你家人报仇了。我知道你不敢杀人，这不正好成全你吗？徐二航知道，只要他一松手，就可以为死去的家人报仇了。可是他从小不敢杀生的人，又怎么会眼睁睁看着一个人的生命在他眼前逝去而无动于衷呢？随后伸出长弓把吕良彪救了上来。离开时只希望吕良彪不要再杀害自己的同胞了。回去后，徐一航也看出了徐二航出去向吕良彪通风报信。第二天，两人继续赶路去追吕良彪。半路上，两人在树林里休息之时，由于这里是敌占区，两人都穿着鬼子衣服，很快被正经过的一队国军给包围了。别动！别动！注意看，两个女人穿着鬼子衣服在树林里睡觉。突然，附近出现了一队背着大刀的国军，他们军官以为前面两个肯定是鬼子，于是下令全部散开，绕到旁边包围上去。看来徐家姐妹这几天赶路已经够累了，完全没有发现自己正被人包围。当这支国军队伍正在拔刀之时，突然惊醒了徐家姐妹。别动！别动！啊，这年头还有使剑的，这年头还有使刀的。张宏光看到是两个女娃，看起来有两下子，于是就想用手中的大刀领教一下他们的剑术。张宏光持刀冲向徐一航，徐一航射出的3箭都被对方用大刀全部给挡下了。看来张宏光的大刀队果然名不虚传。由于张宏光带着重要任务，没有太多时间在这里浪费，只有将徐家姐妹先绑起来，等任务完后再做定夺。半夜，张宏光和旅长赵登宇兵分两路，悄悄地潜入到敌人后方，准备对鬼子进行夜袭。双方约定2点钟行动。徐一航也相信了张宏光这个队伍确实是国军，所以不敢乱动，怕破坏了他们的行动。张宏光先是让2名战士悄悄摸上去，先是将2个鬼子守卫抹了脖子。此时张宏光拿出失散多年的妻子和儿子照片看了一下，生怕今天要是殉国了，就再也没有时间看了。随后按照约定时间，带着所有战士手举大刀，悄悄向正在熟睡的鬼子前进。鬼子睡得正香，都没有发现几百人正举着大刀向他们索命。随着大刀队手起刀落，这些鬼子美梦还没做完，就已经变成了噩梦。虽然张宏光他们占了先机，可是由于鬼子众多，国军队伍也在不断损失。看守徐家姐妹的2个战士看到自己队伍正缺人，相继也加入其中。徐二航趁机取过旁边的剑，迅速将绳子割断，因为他们也想加入战斗，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鬼子杀害自己同胞。就在这时，汉奸张一平带着讨热军赶到，让张宏光的队伍瞬间损失惨重。徐一航也很快加入战斗，马上将局势扭转。张宏光刚要举起大刀解决张一平之时，不料被吕良彪出手救下。张宏光与吕良彪交手之际，双方都被对方砍了一刀。张一平带着讨热军撤退，最后张宏光的大刀队员500人，现在只剩下20多个，这是非常惨烈的一场胜仗。兄弟们，好样的！29军大刀队没有一个孬种。很快29军大刀队威名传遍各地，59军的团长便派出赵华前往29军学习刀法。没想到他刚赶到29军，听说他之前是热河鹤岭徐铁军的部下。徐铁军的部下？哎，那你应该认识徐一航吧？他是我妻子。你是徐铁军的姑爷？是。你要早来5分钟就能见到徐一航了。赵华听到徐一航，再也忍不住追了出去，可是已看不到对方踪影。由于任务在身，前方又是敌占区，只能止步，也不知何时才能与妻子相见。一航！注意看，徐二航在赶去助姐姐的半路上，突然附近有人正举枪瞄准他们，随着一阵，他们3人都从马上摔了下来。
其中一个被击中要害已毙命，一个受了重伤。原来他们是被鬼子巡逻队给盯上了。徐二航马上扶着受伤的钟义逃跑，可是鬼子众多，仅靠一把枪哪里能和鬼子抗衡？徐二航又不敢出剑杀人，直至钟义中弹倒地，他都不敢出手。可很快他也被鬼子打伤了腿，想要逃跑就更加困难了。眼看鬼子就要包围上来，他只能拖着受伤的腿爬进草丛中隐藏。可是鬼子从他遗留下的血迹追上去，很快发现了他的踪迹，最后还是被鬼子包围了。虽然他有武功防身，可是双手难敌四腿，几个回合就被鬼子制服了。放开我！放开我！求求你放开我！放开我！救命啊！等他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被鬼子糟蹋成神志不清，就连吕良彪都对他的为人赞赏。在这之前，我不相信世界上还有这么善良的人。什么叫菩萨心肠？他比菩萨心肠还要菩萨心肠。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再伤害他。他原本和徐一航要回承德一起加入义勇军队伍，回去路上特意去多伦看望徐景川伤势。由于徐景川伤势未好，才留下来帮忙照顾。因听到竹木纯一邀请满洲第一神捕捉拿徐一航的消息，只要他一出马，必定将徐一航手到擒拿，没有他出手破不了的案。徐二航害怕姐姐应付不来，才敢回来相助。就算箭不敢对着人射，危险的时候还可以带着姐姐逃跑。没想到自己因由此遭劫，就连回到承德城外时，钢珠叫他也不理会，整个人的眼神充满了恐惧。曾经温柔善良的徐二航已经不在了。二小姐，你怎么变成这样了？注意看，这男人号称满洲最牛的神捕，只要他出马，没有劫不了的案。竹木纯一特意请他来捉拿徐家姐妹，鬼子派出一个中佐到城门迎接进城。没想到康文平竟然如此大口气，竟然要竹木纯一这个旅团长出来亲自迎接，而且还要摆出仪仗队，要不然他就马上掉头打道回府。他有多大本事，敢摆这么大架子？就不怕把徐航招来给他一剑吗？现在是鬼子有求于他，也只能照做，便派出一队人马在城外500米外埋伏，为保护竹木纯一安全。康文平看到如此大排场，认为竹木纯一小题大做，把人派到城外埋伏的话，徐一航如何进得了城？他进来了，你就死了。哼，他进不来，我摆这么大的阵势给谁看呢？康文平还让竹木纯一请来了报社的记者，做好明天头版新闻报道的就是他亲手抓捕徐一航的捷报，那样他的威名就更加响亮。他还希望今天徐一航先不要出现，怕他那么快就把对方抓住了，就更显不出他的能力。竹木纯一派出城埋伏的士兵，哪里能瞒得过徐一航的耳朵？他们三兄妹从小就开始练听风辨位的本事。随后徐一航向天射出一箭，特意让鬼子知道他已经来了。听到箭声后，竹木纯一也相继赶到城门口，可是康文平却要竹木纯一先下车，到城门口请他才愿意下车。清水23却冷笑不语，心想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看一会如何应对徐一航的鸣笛箭。当竹木纯一请康文平下车之时，徐一航已悄悄出现在附近的屋顶上。当他们两人握手之际，竹木纯一没有想到，摆如此大阵仗就请了个废物，要抓捕的人还没看到长什么样就领盒饭了。当井口看到箭上的纸条时，更加抓狂。下一个终于轮到他了，还没等徐一航撤走，清水23已经追来。徐一航知道只要将清水打败了才能逃脱，他的枪法厉害，很难从他手里逃跑。想要战胜他，必先让他的枪离手。一场剑与枪的对决过后，两人都毫发无损。徐一航的剑已经用完了，接下来只能殊死一搏。他丢出剑筒，吸引清水23的注意力。
清水23的枪离开了他的手，他的战斗力直接减半，很快被徐一航打得无法招架，只有挨打的份。就在这时，教堂的门突然被打开，原来是徐二航赶到。清水23从徐二航的表情意识到了危险，还好闪避得快，不然小命就要交代在这里了。此时的徐二航心中只有仇恨，以前的善良的他再也无法回来。我是姐姐，傻瓜他们，傻瓜他们。这个鬼子在他们小岛上的枪法，号称无人能比。可是他的枪一离手，那就是只有挨打的份。就在这时，背后的大门被人从外面打开。清水23从徐二航的脸上看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却被他及时躲开，才捡回一条命。竹木纯一知道此事后，怎么也猜不透徐二航受到了什么样的打击，让他变成了现在的样子。想想当初他家被灭门之时，都没能激发他的斗志，原本一个徐一航都难对付，现在再加上徐二航，清水23更加没把握将军虚品保证安全送达。由于前线军虚品告急，请来抓捕徐家姐妹的神捕又被送去了西北，竹木纯一只能亲自前往荣家，请荣石出手帮助将物资送往前线。当下只有靠荣家的商队才有机会到达前线。荣石故意再三推辞，说是他已无法接受如此重要的任务，一旦军需品再次被劫的话，可能荣家上下几百口人都难逃一死。竹木纯一向荣石保证，这次护送如果出了任何问题，都不怪罪荣家。就算是出了问题，也不算荣会长的责任。怎么样？荣石看到竹木纯一再三恳求，便答应了下来。这也正中了荣石设下的圈套。随后，竹木纯一派出一队关东军和一队伪军加入荣家商队里面。你们要死死盯住荣树、荣义、何逸轩，一旦发现荣家人有问题，立刻将他们3个人扣为人质。哈！随行的那队伪军负责人正是赵正文和张长武。接到命令后，他马上将情况告诉给荣石。有了他们2人的配合，这次拿下竹木纯一的物资就更加容易了。赵正文说，这次并没有听到清水23加入这次护送，这也正合荣石他们所猜。竹木纯一肯定设下了连环马。徐一航想到竹木纯一会在他们后面让清水23盯着，那么他们就将计就计。随着荣家的商队经过义勇军埋伏的区域，竹木纯一认为义勇军不会对老百姓的商队动手，物资和他们的人混在荣家商队里，很容易通过盘查。等商队过去后，便是鬼子的辎重队。此时的清水23正在徐一航他们后面，想看看他们上一次是如何不伤一员，将鬼子500人的辎重队全部歼灭。而鬼子并没有想到，他们和荣家商队护送的物资已经出了问题。半路上，荣家的商队停下歇脚，荣家的人故意在拍照留念。赵正文便上前恳请让荣树为他们也拍一张。为了物资安全，鬼子小队长让他们分批来拍，先让赵正文带着伪军保护物资，不准荣家人靠近。大家看我这里，我要数1、2、3，你们就要笑，记住了，我要开始喊了。1、2。就在容易倒数3个数之时，荣家人全部蹲下，